我重生了，回到和啞巴妻子领证的第二天。上輩子我嫌他是個不會說話的喪門星，對他非打即罵，直到他為救我被砸死在礦洞，我才幡然醒悟。我端着一碗肉末燉蛋，發誓這輩子拿命疼他。他怯生生地接過去，低着頭，我卻清晰地聽見他內心的咆哮：演吧，接着演。上輩子就是這碗加了藥的燉蛋，害我流產。我手一抖，碗摔在地上，黃澄澄的蛋羹混着肉末濺了滿地。林婉瘦弱的身體猛地一顫，像只受驚的兔子，驚恐地抬起頭看我，眼睛裡蓄滿了淚。王不凡，你就接着演戲，這輩子我先讓你媽嘗嘗。我僵在原地，他也重生了，而且帶着滔天的恨意回來了。他藏在身後的手飛快地動了一下，將那個小小的紙包塞進了袖口深處，動作很輕很隱蔽，若不是我死死盯着他，根本無法發现。上輩子就是這碗燉蛋，我的继母劉翠花端給他，說是有營養，能生兒子。他喝下後，當晚就見了紅。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沒了，我以為是他身子弱，是個生不出孩子的喪门星，對他更加厭惡，打罵成了家常便飯。可我從不知道那碗燉蛋裡有藥，不，我從沒想過要害自己的孩子。你個敗家子，作孽啊！连個碗都端不穩，娶你這個啞巴有什麼用？上輩子這一巴掌結結實實的落下了，林婉的臉頰瞬間紅腫，卻連哭都不敢出聲。而我冷漠地站在一旁，覺得繼母打得對。可現在我猛地回神，一把抓住了繼母的手腕。媽，夠了！我的聲音沙啞得厲害。劉翠花愣住了，難以置信地看着我。王不凡，你瘋了！你為了這個啞巴吼我！林婉也僵住了，她驚恐的眼神裡透出了一絲茫然。我清晰地聽見她的心聲：怎麼回事？他不該是幫着他媽一起罵我嗎？演戲，這一定是新的折磨人的法子。我懂了，先給我一顆糖，再給我一巴掌，想看我摇尾乞怜？王不凡，你做夢！我的心疼得喘不過氣。原来在他眼裡，我連呼吸都是錯的。我鬆開繼母，蹲下身，用手去收拾地上的碎瓷片。不關他的事，是我手滑了，锋利的瓷片劃破我的手指，血珠瞬間湧了出来。林婉的內心又是一顫，流血了，苦肉計。哼，為了讓我放鬆警惕，真是捨得下血本。我捏着碎片，血順着指縫往下滴，可我感覺不到疼。還有什麼比心愛之人的怨恨更疼？林婉，對不起。他沒回應，只是怯生生地往後縮了縮，垂下眼簾，像一尊沒有生命的木偶。可他的內心早已掀起驚濤駭浪。對不起，王不凡，你的對不起一文不值。上輩子我死在礦洞裡，屍骨無存的時候你在哪裡？現在說對不起，晚了。我將碎瓷片扔進簸箕，站起身，擋在他和繼母中間。媽，以後家裡的活我來幹，你別再使喚他。飯我來做，衣服我來洗，水我來挑。她是我媳婦兒，不是我們家買來的牲口。你真是鬼迷心竅了，為了一個不會下蛋的啞巴，跟我這個當媽的作對。我沒有再爭辯，拉着林婉的手腕，把她帶回了我們那間昏暗的小屋。她的手腕很涼，細得仿佛一折就斷。我一碰，她就像觸電一樣想縮回去，我抓得很緊。放開我，別用你的髒手碰我！她的心聲尖利如刀。我沉默地從床下拖出一個破舊的木箱，打開，裡面是我全部的家當，136塊5毛錢。我把錢全部掏出來，塞進她手裡。林婉，以前是我混蛋，這些錢你拿着，想買什麼就買什麼。以後我賺的每一分錢都交給你。他呆呆地看着手裡的錢，似乎無法理解我的行為。幾秒後，他內心的冷笑聲再次響起：給我錢！上輩子你把錢都拿去賭，輸光了就回來打我，這輩子是想用錢收買我，讓我對你死心塌地，也好把我賣個好價錢。行啊，我收着。王不凡，我等着你落魄潦倒，跪下來求我的那一天。他收下了錢，小心翼翼地藏進了貼身的口袋，然後他走到桌邊，拿起紙筆，寫下一行字遞給我。字跡清秀，卻透着一股疏離的冷漠。我看着他瘦弱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心裡五味雜陳。我知道我們的戰爭才剛剛開始。第二天天還沒亮，我就起了床。我舀了米，熬了鍋白粥，又炒了個醋溜白菜。等我把早飯端上桌，我媽和林婉才刚起身。太陽打西邊出來了，你還會做飯了？我沒理他，盛了一碗粥放到林婉面前，快吃，還熱着。林婉低着頭沒動。粥裡下毒了，還是菜裡？算了，我不吃，看你能演到什麼時候。我嘆了口氣，拿起他的碗，當着他的面喝了一大口。沒有毒，放心吃吧。林婉的身體微微一震，終於抬起頭，眼裡滿是驚疑。繼母看不下去了，一拍桌子：王不凡，你還有沒有規矩？那是他一個啞巴該吃的嗎？讓他去刷鍋洗碗，把全家的衣服都洗了，
下午再給我去地裡拔草。媽，我說過，以後這些活我來做。她是我媳婦兒，不是长工。還反了你了！我讓他做，他就得做。说着，继母拿起旁边的扫帚就朝林婉身上打去。让这個喪門星挑撥我們母子關係。林婉嚇得閉上了眼，但預想中的疼痛沒有傳來。我擋在了他身前，掃帚結結實實的抽在了我背上，火辣辣的疼。王不凡，你給我滾開！你要打就打我，別動他。林婉在我身後慢慢睜開了眼，我聽見他混亂的心聲。他護着我，為什麼？這又是什麼新的把戲？不對，他肯定有更大的陰謀，我不能心軟，絕對不能。繼母見我鐵了心的護妻，氣得他把掃帚一扔，坐在地上開始撒潑打滾。我沒法活了呀！一把屎一把尿餵養大的兒子娶了媳婦忘了娘啊！我今天就死在這兒，看你們怎麼辦！鄰居們紛紛圍過來看熱鬧。上輩子我最怕的就是丟人，也更怕繼母的哭鬧，所以每一次他打罵林婉，我都選擇默許，甚至幫腔。但現在重獲一世，我只覺得無比厭煩。我轉身看着驚魂未定的林婉，放緩了聲音：“別怕，你先回屋。”林婉看了我一眼，眼神複雜，默默地回了房間。等她進去，我才回過頭，冷冷地看着地上打滾的劉翠花。媽，你要是覺得我這個兒子不孝，你就當沒養過我。從今天起，林婉，我護定了。說完，我不再理會他的哭嚎，轉身去院子裡挑水。身後是繼母的咒罵和鄰居的議論，我充耳不聞。我知道，面對同樣重生的林婉，我贖罪的路才剛剛開始。我必須用行動，一點點擊碎他心中的堅冰。接下來的幾天，我包攬了家裡所有的髒活累活，天不亮就去挑滿2大缸水，然後做早飯。白天跟着村裡的工程隊去修路，賺點零工錢。晚上回來還要洗一家人的衣服，打掃院子。我把所有賺來的錢一分不留地交給林婉，肉和白面饅頭都緊着她吃，我自己啃着乾巴巴的窩窩頭，就着鹹菜。我媽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個仇人。她變着法的折騰林婉，一會兒說自己頭暈，讓林婉給她捶腿，一會兒又說衣服沒洗乾淨，讓林婉頂着大太陽重新去河邊洗。但每一次我都攔了下來。媽，她身體不好，我來。我搶過林婉手裡的棒槌，在搓衣板上賣力的捶打。我媽就在旁邊指桑罵槐，真是娶了媳婦忘了娘，我白養你這麼大了，那個啞巴給你灌了什麼迷魂湯？林婉就站在不遠處，默默地看着。她的心聲從一開始的演戲、虛偽和別有圖謀，慢慢有所改變了。他到底想幹什麼？這樣不累嗎？他背上的傷還沒好吧？雖然依舊充滿了警惕和懷疑，但至少不再是純粹的恨意，這是一個好兆頭。這天我從鎮上回來，給他買了一件新出的的確良碎花襯衫。上輩子他很喜歡這件衣服，每次路過供銷社都會在櫥窗外看很久，但我從沒捨得給他買。我把衣服遞給他，給你的。他愣愣地接過，手指撫摸着那光滑的料子，眼神有些恍惚。這件衣服上輩子趙雪也有一件一模一樣的。趙雪是村長的女兒，一直喜歡我。上輩子我為了讓他爹給我安排輕鬆的活，沒少在林婉面前誇他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果然下一秒他的心聲變得冰冷。所以是買給趙雪的，送錯了人，還是說在他眼裡我只配穿別人剩下的？王不凡，你可真夠惡心的。他把衣服扔回我懷裡，轉身回了屋，砰的一聲關上了門。我搞砸了，我忘記趙雪也買了這件衣服，而且昨天剛穿出來炫耀過。晚上我做了他最愛吃的紅燒肉，我把肉都夾到他碗裡，他卻沒動筷子。假惺惺，一碗紅燒肉，一件破衣服，就想讓我忘記前世的傷痛。王不凡，你別做夢了。我沉默地吃着白飯，心裡堵得難受。我知道彌補虧欠比我想象的要難得多，他心裡的那座冰山不是1天2天就能融化的。就在這時，我那個好兄弟賞手人吊兒郎當地走了進來。凡哥在家呢。我的瞳孔驟然一縮，上輩子就是他騙我去小煤窯，說能賺大錢，結果礦洞塌方，林婉為了救我被活活砸死，而他卻侵吞了我的賠償款，轉頭就娶了趙雪。他也是重生的嗎？不，看他那副德行，不像。賞手人沒注意到我的異樣，一屁股坐下來，拿起筷子就夾了一塊最大的紅燒肉塞進嘴裡。喲，凡哥發財了，吃上肉了，正好我這兒有個發大財的路子，帶你一個。南邊來了個大老闆，要收一批山貨，價格比市面上高3成，我們合夥把村裡的山貨都收了，轉手一賣，至少能賺這個數。他伸出5根手指，我心頭冷笑，上輩子一模一樣的說辭，我信了，把家裡所有積蓄拿去，還借了高利貸，結果那個大老闆是騙子，導致我負債累累，人生跌入谷底，而賞手人卻把自己撇得一乾二淨。我看着他緩緩開口：好啊，我就知道凡哥你爽快。這是我聽見林婉的心聲。真是個蠢貨，這麼明顯的騙局都看不出來，活該上輩子窮死。等等，他要是把錢都賠光了，是不是就會把我賣了？好像這個結局也不錯。我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覺的弧度。賞手人，這輩子我們的賬該好好算算了。第二天，賞手人就迫不及待地找上門。凡哥，
钱湊的怎麼樣了？錢都在我媳婦那兒。凡哥，你開玩笑吧？錢讓一個啞巴管着。我沒說話，只是看着他。賞手人討了個沒趣，只好跟着我進了屋。林婉正坐在桌邊縫補衣服，看到我們進來，眼神警惕。林婉，把錢給我。一句話就要把錢給你，王不凡，你是真蠢還是裝的？賞手人給我介紹了個生意，能賺大錢。你把錢給我，等我賺了錢，給你買金鐲子。這一次，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，然後低下頭繼續縫衣服，完全把我當成了空氣。上輩子我也說過同樣的話，他信了，把他偷偷攢下的10幾塊私房錢都給了我，結果那些錢都有去無回。哎，我說弟妹，你這是幹什麼？凡哥還能騙你？這可是發財的好機會，錯過了，你們倆就得喝一輩子西北風。林婉依舊不理，賞手人給我使了個眼色，意思是我一個大男人還管不了一個女人。我心裡冷笑，為了引誘賞手人上鈎，我一把搶過林婉手裡的針線筐，狠狠摔在地上。你个啞巴，給你臉了是吧？老子跟你要錢，你敢不給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我面目猙獰，和上輩子的我如出一轍。林婉的身體劇烈地顫抖起來，臉色慘白，眼裡的恐懼幾乎要溢出來。來了，他終於裝不下去了，我就知道他怎麼可能變好。打吧，罵吧，反正我也習慣了。只要我不給錢，看他還有什麼本事。賞手人看得心驚肉跳，但更多的是興奮。他就喜歡我這混賬樣子，我越混賬，他就越好控制。我一步步逼近林婉，揚起了手，他閉上眼，認命般的等待着巴掌落下。然而我的手卻在半空中停住了。我反手給了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，清脆的聲音讓林婉和賞手人都懵了。我捂着臉，聲音裡帶着哭腔：林婉，我對不起你，我不該吼你，更不該想打你，我就是個混蛋。可是我真的想讓你過上好日子啊！這次賺的生意，你就信我一次，最後一次，行嗎？演得自己都快信了。林婉緩緩睜開眼，眼裡的恐懼變成了徹徹底底的茫然。他在幹什麼？打自己？他瘋了！凡哥，你這是……我沒理他，只是紅着眼眶，乞求地看着林婉。我知道，單純的打罵他已經免疫了，只有這種極致的反差，才能撬動他那顆被冰封的心。果然，他的內心開始動搖。他好像是認真的，萬一這次是真的呢？如果他真的能賺到錢……我趁熱打鐵，從懷裡掏出一張紙，上面是我昨晚連夜寫好的欠條。林婉，這是欠條。我王不凡今天借媳婦林婉136塊5毛錢做生意，1個月內連本帶利還款200塊，如果還不上，我王不凡自願淨身出戶。我把欠條塞進了他冰冷的手裡。賞手人已經完全看傻了，他從沒見過這樣的陣仗。欠條淨身出戶，他玩這麼大，他是真的想賺錢，還是想用這種方式把錢給騙走，然後跑路？可他跑了，這房子地也帶不走啊！他糾結了很久，最終他站起身，從貼身的口袋裡掏出了那個布包，一層層打開，露出了裡面被仿品的鈔票。他數了130塊，不能全給他，萬一他跑了，我至少還有路費回娘家。我接過錢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還是不信我，但我知道，這已經是我能爭取到的最好的結果。謝謝你，林婉。他沒看我，轉身默默地收拾起地上的針線筐。凡哥，你牛啊，對自己都這麼狠。我笑了笑，賞手人，等着吧，這輩子我要讓你連本帶利把欠我的都還回來。我沒有跟着賞手人去收山貨，我拿着那130塊錢，直奔縣裡的廢品收購站。上輩子我破產後，為了還債，什麼活都幹過，其中就包括在收購站裡當分揀工。我清楚地記得，就是這幾天，收購站會收到一批從外地運來的報廢機器，那些機器在別人眼裡是廢鐵，但在我眼裡是寶貝，因為其中一台機器裡藏着一塊被遺忘的工業級高純度硅板。在80年代，這玩意兒有價無市。我花了2天時間在廢鐵堆裡翻找，終於在角落裡找到了那台不起眼的舊機器。我花了100塊錢把這堆廢鐵買了回來。收購站老板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個傻子。我雇了輛板車，把機器拉到鎮上的一個鐵匠鋪。師傅，幫我把這個拆了。小伙子，這玩意兒拆了也不值幾個錢，你別是被人騙了吧？您拆就行，工錢我照付。我遞過去一包煙，老師傅沒再多說，掄起大錘就開幹。忙活半天，終於把機器外表拆開，露出一塊被油布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東西。我心跳加速，小心翼翼地打開油布，一塊閃着金屬光澤的板子出現在眼前，就是它。我按捺住激動，付了工錢，把硅板揣進懷裡，直奔市裡的電子元件廠。小同志，你這東西哪兒來的？祖上傳下來的。經過一番鑑定和討價還價，最終這塊硅板以5000塊錢的價格被電子廠收購。5000塊，在這個人均月工資只有幾十塊的年代，這是一筆天文數字。我捏着那沓厚厚的大團結，手都在抖。重生回來，我第一次感覺命運被我牢牢抓在了手裡。我沒有立刻回家，我先去百貨大樓給林婉買了一條漂亮的紅裙子，一雙白色的新皮鞋，又買了大白兔奶糖、麥乳精，還有一隻肥碩的燒雞。上輩子我欠他的太多了，這輩子我要把最好的都給他。當我提着大包小包回到村裡時，整個村子都轟動了。王不凡這是發財了，他不是跟着賞手人去收山貨了嗎？這麼快就賺錢了？我沒有理會眾人的議論，徑直回了家。你個騷詐星，
要不是你把錢都攥在手裡，不肯拿出來，王不凡就能多收點貨，多賺點錢了。現在好了，錢沒賺到，還把本錢都賠進去了，你開心了？林婉瘦弱的肩膀微微耸動，我心中怒火升腾。媽，你在這嚷嚷什麼？凡哥，你可回来了！我們被騙了，那個南邊來的大老板是個騙子，收了我們的貨，人跑了。我所有的錢，還有幫你收的那130塊的貨，全都沒了。他哭喪着臉，說的好像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是吗？這世上還有這樣的人？我把手裡的東西往地上一放，然後從懷裡掏出那沓厚厚的鈔票，在他面前晃了晃。幸好我沒跟你去。凡哥，你哪来這麼多錢？劉翠花的罵聲也戛然而止，她死死地盯着我手裡的錢，呼吸都變得急促。林婉也抬起了頭，滿眼的不可思議。他真的賺到錢了，這麼多，他没有騙我。我沒理會他們，徑直走到林婉面前，把那沓錢全部塞到她手裡。林婉，我說過会讓你過上好日子，這是4000塊，你收好。然後我拿起那條紅裙子，在她身前比了比，喜歡嗎？林婉呆呆地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手裡的錢，再看了看那條漂亮的裙子，徹底懵了。她的心聲第一次出現了空白。4000塊，他從哪裡弄來這麼多錢？偷的？搶的？他把錢都給我，是什麼意思？讓我替他保管贓款，等風頭過了再要回去？還是說這是賣掉我的錢？他的內心瞬間腦補出了一場大戲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看來夫妻間信任的重建道阻且長。4000塊，我的天，兒子快给我，媽給你收着。媽，這錢是林婉的，你別動。我一把將繼母推開。什麼他的我的？你的錢不就是我的錢？我是你媽！劉翠花氣得跳腳，卻又不敢真的跟我動手。從我把錢交給他的那一刻起，就是他的。凡哥，你太不夠意思了。賞手人的臉色則變得極其難看。自己發了財就忘了兄弟，你那130塊的貨錢得還給我吧。我轉過頭，冷眼看他。你是想讓我血本無歸？賞手人，那130塊就當是買個教訓。從今以後，我們橋歸橋，路歸路。王不凡，你別給臉不要臉！行，你行，我們走着瞧。他撂下一句狠話，灰溜溜的走了。我知道他不會善罷甘休，不過我也不怕，這輩子我不會再給他任何害我的機會。我帶着林婉進屋，來到餐桌上。快吃，還熱着。他看着滿桌的好吃的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複雜到了極點。他默默地拿起一個雞腿，卻不是自己吃，而是遞到了我嘴邊。我愣住了，這是他第一次主動對我好，哪怕他的心聲依舊是：先把他餵飽了，省得他晚上有力氣折騰我。吃吧吃吧，最好噎死你。我內心五味雜陳，吃了一口雞腿。晚上等他洗完澡，我把那條紅裙子遞給他，快穿上試試。他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接了過去。他有些不自在地捏着衣角，低着頭，不敢看我。紅色的裙子襯得她皮膚雪白，真美。上輩子我怎麼就瞎了眼會那樣對她呢？這裙子真好看，可是我穿給她看，她會不會……她的心聲裡帶着一絲少女的羞怯和深深的恐懼。我壓下心頭的悸動，刻意拉開距離，很合身。早點睡吧，明天我帶你去鎮上逛逛。我睡地上。他不跟我一起睡，轉性了還是嫌棄我？不對，他肯定是在憋着什麼壞，我還是得小心點。我沒解釋，我知道他怕我。上輩子我每次喝醉了酒，都會對他施暴，那些傷痕刻在他身上，也刻在他心裡。我不會再碰他，除非他心甘情願。夜裡，我聽到他翻來覆去的聲響，我知道他沒睡着，他的內心也一定在糾結，而我同樣無眠。該如何揭開上輩子那碗墮胎藥燉蛋的真相？那是我和他之間最深的一根刺，不拔掉它，我們永遠不可能重新開始。我決定從繼母劉翠花身上下手。村東頭的唐嬸家兒媳婦連生了3個女兒，正為了生不出兒子發愁。唐嬸來我們家串門，拉着我媽訴苦：嫂子，你說我這命怎麼這麼苦啊？老大媳婦那肚子真是不爭氣，愁死我了。繼母立刻來了精神，開始傳授經驗。弟妹，這事兒你得想辦法。我跟你說，我有個偏方，可靈了。我端着茶壺走過去，假裝不經意的插話：媽，什麼面方啊？我聽說有些偏方害人，可不能亂用。你懂什麼？這叫轉胎藥。當初林婉懷上的時候，我就去鎮上的張神婆那兒求來的。神婆說了，只要吃了這藥，保管生兒子。坐在一旁安靜纳鞋底的林婉，身體猛地一僵，手裡的針狠狠扎進了指頭，血珠冒了出來，她卻渾然不覺。轉胎藥？什麼轉胎藥？他說的是上輩子那碗燉蛋。那林婉吃了那藥，怎麼孩子還是沒保住？別提了，
怪那個老糊塗的張神婆，她後來才跟我说她拿錯藥方了。给我的不是转胎药，是打胎的方子。你说气不气人？白瞎了我一只老母鸡炖的蛋。那个哑巴也是个没福气的，连个胎都坐不稳。他手里的鞋底掉在地上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我仿佛听到了林婉心声里有什么东西崩塌的声音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充滿了血絲，死死地盯着劉翠花，仿佛世仇一般。是他，是劉翠花，不是王不凡。那碗药是他媽放的，搞錯了，是一個意外，怎麼會這樣？我恨錯了人。他的內心充滿了痛苦、迷茫，那股支撐着他重生回來復仇的滔天恨意，在這一刻出現了裂痕。唐嬸聽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才道：嫂子，你這不是胡鬧嗎？這是要出人命的呀！那能怪我嗎？要怪就怪那個神婆。再說了，一個丫頭片子，留了就留了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你再說一遍，是誰讓你去求的偏方？我這還不是為了你好嗎？為了你們老王家有後啊！為了我好，你就去害我的孩子；為了我好，你就差點害死我的媳婦兒。那也是我的孫子，我比你更心疼。你不配提他！我雙眼赤紅，如果眼神能殺人，繼母劉翠花已經死了千百遍。她被我嚇得連連後退。你想幹什麼？我可是你媽！我沒有再理她，轉身走到林婉身邊，蹲下，輕輕拿起她被扎破的食指，放進嘴裡，血腥味在口中蔓延。她的身體抖得像風中的落葉。我抬起頭，看着她那雙寫滿震驚和痛苦的眼睛。林婉，對不起，這件事我也有錯，我沒有保護好你和我們的孩子。我的聲音很輕，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她看着我，眼淚終於決堤，大顆大顆的往下地上滾燙。她沒有心聲，那一刻，她的腦子裡一片空白，只有無盡的悲鳴。真相大白後，林婉變了，她不再像之前對我處處防備。雖然她依舊不能說話，但她看我的眼神不再是冰冷與恨意，多了幾分複雜，甚至一絲我看不懂的迷茫。她開始默默地為我做一些事。我幹活回來，桌上會有一杯晾好的溫水。我半夜咳嗽，第二天床頭就會多一碗冰糖雪梨。我的衣服破了，她會連夜給我縫補好。她做這些事的時候總是悄無聲息，仿佛怕我發現，但我能聽到她的心聲。她今天砍柴，手磨破了，得用溫水泡泡。天氣涼了，該把她那件厚衣服找出來了。她好像真的和上輩子不一樣了。可是，我真的可以再相信她嗎？自從那天我揭穿了真相，繼母就沒給過我好臉色，而我和繼母的關係則降到了冰點。我用賺來的錢，在院子旁邊另外起了一間小屋，我就帶林婉搬出去，徹底遠離這個攪得我們家無寧日的女人。日子似乎在朝着好的方向發展，然而我忘了，還有一條毒蛇潛伏在暗處，等待着時機賞手人影。自從上次被我當眾羞辱後，他就消失了一段時間。我以為他死心了，但我沒想到他會用更惡毒的方式捲土重來。這天，我正在工地上幹活，賞手人突然找到了我，他說着，還遞過來一瓶好酒。我看着他，不動聲色。帆哥，上次是我不對，是我豬油蒙了心，想騙你的錢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別跟我一般見識。有事就說。嘿嘿，帆哥是這樣，我托關係在縣裡的水泥廠給你找了個活，正式工，鐵飯碗，比你在這扛沙包強多了。水泥廠，上輩子我確實在水泥廠幹過，而且沒幹多久，廠裡就發生了一場爆炸事故。我因為那天請假躲過一劫，但現在想來，那場爆炸處處透着蹊蹺，難道也和賞手人有關？這麼好的事，你怎麼不自己去？哎呀，我這不是想補償帆哥你嗎？我在還有點事兒，你去辦入職就行，我都打點好了。他把一張介紹信拍在我手裡，我看着他虛偽的笑臉，心裡已經有了答案。這是一個陷阱，他想讓我死。我接過了介紹信。那等我發了工資，請你喝酒。好說好說，帆哥你先忙，我等你好消息。他以為我上鈎了，得意洋洋地走了。我捏着那張介紹信，賞手人，這一次我不僅要讓你身敗名裂，我還要讓你把上輩子欠林婉的那條命還回來。回到家，我把要去水泥廠的事告訴了林婉。聽到我的話，他手裡的針停住了。水泥廠，王不凡還真是記吃不記打，被坑過一次，還是願意聽那個賞手人的話。他的心聲裡第一次帶上了濃濃的擔憂。林婉，這次去縣裡可能要住一段時間，家裡的錢都收好，記住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都不要離開家，等我回來。我怕他像上輩子一樣不顧一切的來找我。我給他留了一封信，信裡我寫下了我對賞手人的懷疑。
我拿着介紹信，很順利地辦了入職。負責接待我的是一個姓李的班長，一臉的麻子，不過他看人的眼神透着一股精明與不善意。新來的，先從這兒幹起，好好幹，有前途。我點點頭，沒說什麼。我知道，他跟賞手人是一夥的，上輩子就是他，在爆炸前一天，把我調到了爆炸核心區的那個崗位。車間裡彌漫着粉塵，工人們一個個灰頭土臉，工作很辛苦，但我咬牙堅持。我在等賞手人露出他的狐狸尾巴。我不动聲色地觀察着車間的布局，很快就發現了問題。幾台關鍵的除塵設備似乎被人動過手腳，運轉效率極低。下班後，我沒有回宿舍，而是悄悄溜進了李班長的辦公室。我記得上輩子李班長有記工作日誌的習慣，我在他那把破舊的辦公桌抽屜裡找到了一個帶鎖的本子，我用一根鐵絲很輕易就撬開了鎖。翻開日記，裡面的內容讓我觸目驚心。賞手人那小子出手真大方，一條小黃魚，不就是讓王不凡那小子消失嗎？簡單，設備老化，粉塵超標，神不知鬼不覺。日期就定在發工資的前一天，到時候我回老家，誰也找不到我。我用微型相機把日記內容都拍了下來。我找到了厂裡的老工人周叔，他一直為工友們爭取权益，是個正直的人。我把拍下的照片給他看，並告訴了他我的計劃。这2個畜生，你放心，這件事我豁出這條老命，也要把他們送進大牢。有了王叔的幫助，我的計劃更加周密了。那天終於到了，天空陰沉沉的，像是要下雨。我像往常一樣去車間上班。小王，今天好好幹，晚上我請你喝酒。謝謝班長。我低下頭，掩去眼中的冷意。離下班還有1個小時，李班長借口出去辦事，我知道他去啟動最後的裝置了。工友們還在埋頭苦幹，絲毫沒有察覺到危險的降臨。我悄悄走到了事先看好的安全出口附近。就在這時，我眼角的餘光瞥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，是林婉。他怎麼來了？我不是讓他在家等我嗎？那一瞬間，我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。他進去好久了，怎麼還不出來？信上說今天會有危險，我不能讓他一個人面對。王不凡，你一定要沒事。林婉，快走，危險！幾乎是同時，一聲巨響從車間深處傳來，一根巨大橫梁正直直地朝着林婉砸去。我用盡全身的力氣朝他撲了過去。林婉！我把林婉死死地護在身下，燃燒的橫梁砸在我的背上，劇痛傳來，我幾乎要暈厥過去，但我不敢鬆手，我怕一鬆手就會永遠失去他。王不凡，王不凡！我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撐起身體，將他從我身下拖出來。快走！林婉看着我，眼淚流得更兇了。他拼命搖頭，拉着我的手，想把我拖出來。第2次爆炸再次襲來，更多的碎石和火星從頭頂落下。林婉，聽話，你自己走，好好活下去。他卻死死地抓住我，不肯放手。他看着我，張大了嘴，喉嚨裡發出吼吼的聲響。他在努力，他在拼命，他想說話。他的臉憋得通紅，終於在一聲撕心裂肺的嘶吼中，一個模糊的音節從他喉嚨裡衝了出來。他的聲音難聽得像被砂紙磨過一樣，卻是我這輩子聽過最動聽的聲音。他會說話了。這時他不知道哪來的力氣，猛地將我向前一推，我一個踉蹌滾出了幾米遠，而他原來站立的地方，一塊巨大的水泥預制板轟然砸下。我醒來的時候，人已經在醫院了，渾身都疼，尤其是後背像被火燒過一樣。王叔守在我的病床前，看到我醒來，長長的舒了口氣。你小子總算醒了。林婉呢？她在哪兒？她怎麼樣了？你別動，你媳婦兒沒事兒，就是受了點驚嚇，還有點皮外傷，在你隔壁病房。那賞手人和李班長呢？提到這2個人，王叔的臉上露出了快意的神色。都被抓了。你媳婦兒把你留下的那封信交給了領導，再加上你拍下的那些照片，他們2個下半輩子就等着在牢裡過吧。我徹底鬆了口氣，惡人終於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你小子命真大，背上那麼重的傷，醫生說再偏1寸，你這輩子就得在輪椅上過了。我知道是林婉救了我，是他在最關鍵的時刻用盡全力把我推開了。王叔，謝謝你。謝我幹啥？要謝就謝你那個好媳婦兒。你昏迷的時候，她守着你，哭得跟個淚人似的。我的心像是被什麼東西狠狠地撞了一下，我想見他，立刻，馬上。哎，你慢點。我扶着牆，
一步一步挪到了隔壁病房，门没關。我看到了他，他坐在病床邊，低着头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那无声的悲伤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下雨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到我，他愣住了，眼淚還掛在長長的睫毛上。我們對視着，誰都沒有說話，空氣仿佛凝固了，只剩下我們彼此的心跳聲。許久，他才從床上下來，一步步走到我面前。他伸出手，想碰我，又怕弄疼我，手在半空中微微顫抖。我沒事。王不凡，上輩子是我錯怪你了，這輩子我們好好過，行嗎？我的眼淚，我們再也控制不住，奪眶而出。我等這句話，等了2輩子，1輩子、2輩子，生生世世。